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与凤航再火，140万网友为她点赞，18年披荆斩棘不容易。赵丽颖与凤航上线3天，弹幕互动数都超过了1200万。今年2月末，她拿到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时，获得140余万网友点赞。赵丽颖真是娱乐圈神奇的存在，倒不是说她靠琼瑶剧入行，《新还珠格格》中的晴儿，流量艺人出圈，《陆贞传奇》《花千骨》《楚乔传》，靠年代剧夯实演技，风吹半夏，靠农村妇女第20条中的郝秀萍升级咖位，这一发展路径过于独特。而是她从始终都是一个争议的核心，这个农民的女儿，中专生能不能成功？这个学历不够，家世贫穷的姑娘能不能成为时尚顶流？这个并非科班出身，也并非美艳绝伦的艺人，到底能不能演员？并用自己18年的努力，从2006年出道至今，终结了这个争议。网友说，她的眼神永远那么坚定。现在回过头来看她，赵丽颖似乎从未变过，她仍然在成长，仍在强大，仍具有无限可能性。01，赵丽颖的内心有多强大？与凤航的片场排练镜头流到网上，赵丽颖利用环形威亚舞动花枪，并进行720度转体的这套空中小陀螺动作，实在令人惊艳。虽然有辅助，但凌空进行后空翻加之高难度转体，还要配合着表情管理和手脚动作，体态做到一丝不苟，这对于一个没有武术功底的人来说太难了。在他手中翻飞的是重达10斤的铁枪，赵丽颖居然耍出了无重量感，真的好像一名武林高手。作为一名演员，她在专业上的努力无需夸赞，但让百万网友点赞的根本在于赵丽颖坚毅的表情无比的帅。人们因为颖宝的状态不明觉厉，这种状态显现出来颖宝的内心不只有认真努力，还有真正的强大。而赵丽颖内心强大的表现不只是这一次。早年拍戏演丫鬟，有人骂赵丽颖嘴撅起来跟猪嘴似的，她说，我不会哭，我现在还是太弱，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说完这话不久，她与陈晓共同演了《陆贞传奇》，这个小丫头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了一把。2014年，赵丽颖说过，别让我抓住机会，只要抓住机会，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强大。紧接着，她就抓住了《花千骨》的编剧，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这个让她大红大紫的角色。赵丽颖好像总是先有强大的意志和决心，然后就能去践行这个意志和决心。所谓的幸运，是她内在笃定和坚持不懈去争取。2017年，赵丽颖还没有演女强人半夏，也未和冯绍峰相恋成婚前，已经拥有了独立于男人、独立去追求英雄梦的觉悟。她在星空演讲上对女性们说，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电视剧里的角色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去依附男人。我希望他们拥有更丰富的思想，积极的去追求自己的信仰。男人如果有英雄梦，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此时的赵丽颖已经意识到，自身的信仰、丰富的思想是体验英雄人生的关键，而非依附于男人或其他。所以离婚的赵丽颖才能不崩溃、不内耗。2022年底，赵丽颖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满头簪花、喜气洋洋地聊起管理情绪和成长的关系。我觉得成年人要学会自己去处理问题，全靠自己的心态。如果我学会处理了，也不会因为外在的、周围的场外信息受到影响，那其实反而对自己来讲是一种自我保护。在别人眼里，你的情绪也不那么重要，你根据自己的节奏去走就好了，别畏惧成长。生活和工作的起起伏伏，
让赵丽颖意识到心态对于成长的重要性，不受外界影响，管理情绪实际上对自己的成长是一种保护。这种对情绪的掌控力，帮助她后来演好了郝秀萍这个容易让人精神分裂的角色。2023年，赵丽颖谈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没有要求，还活着有什么劲啊？如果你没有价值，那么你存在有什么意义？你每天不就在消耗光阴？老天把你放在这里，难道就是让你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生吗？我一定要找到我存在的价值，我想开拓，我想突破，我想有点不一样。可能一直在超越的那个人，是平庸的自己，消极或有退缩意图的自己。如果我有失意，我要接受自己的这个状态，我也不排斥，我要认同就是得意风光，我就是不想压抑自己该有的情绪。赵丽颖在这段对话里传递了她强大内核的重要信息。第一，我活着有我的意志，我不会虚度光阴，我要选择体验自己想过的人生。第二，一个人真正需要超越的，不是外在，而是平庸和消极、退缩的自己。第三，我认同自己的真实情绪，我认同自己风光、得意的成功状态，而不是失意。我接受好事的到来，但是我接受失意，不排斥偶尔的失意。这些对话诠释了赵丽颖内在多稳定。人们研究赵丽颖的状态，也向往这种状态，这才是她真正吸引粉丝网友之处。甚至她的人格魅力早就跨了圈，已经超越了她作为艺人和演员的影响力。网友如是说，终以为序。我总觉得他是个心态很平和的人，骨子里却又带着韧劲和强大。结婚生子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人生阶段的过场，不必刻意停留。15.3万网友点赞。摇滚白仙，我倒觉得他像土地，不卑不亢，温和宽厚。4.0万点赞。吃小小心，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明兰的影子。8007网友点赞。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能看到，如今的赵丽颖已经完全能承载住她的热度和流量，不再存在德不配位的问题。02，赵丽颖的内心强大来源于什么？为什么同在一个娱乐圈，有的人在日薪208万阴阳合同里变成了饕餮，有的人在诱惑面前毁掉一世英名，有的人受不了的绑架或是挫败感选择退圈，而赵丽颖却能在漩涡中心18年不变，并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她内心强大的来源为何？在赵丽颖一些碎片化的言论里，我们 pick 到了一些端倪。一、保持本色，不沉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当代最大金钱陷阱之一，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利用消费去获得成就感。在某个综艺中，黄晓明向赵丽颖倾诉：“我每天收不到不买东西我就难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赵丽颖啊，这是习惯吗？黄晓明似乎理所当然，这不是习惯吗？赵丽颖，这不是毛病吗？这句话很多人当作笑话来听，可是这恰恰揭示了赵丽颖的消费观。她绝不会把自己的成就感寄托在物欲上，更不会在消费主义中迷失。这大概也是黄土地对于一个农村孩子的独特馈赠。2、头脑清醒，时刻保持内核稳定而自信。赵丽颖被黑的年头不少，但她一直保持着强大自信，从不因自己被否定、不被认同而自卑自伤。某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大家都能羡慕你，总能接到林更新、冯绍峰这些人的合作。”赵丽颖：“羡慕我？应该是羡慕他们吧，能和我合作。”赵丽颖的内核稳定，她很少去和其他艺人比流量、知名度，谁高谁低，她只在意内在对自己的真实判断。演完《花千骨》后，赵丽颖被当时的媒体定位于偶像剧流量小花，于是很多人想找她的毛病博流量。就有某平台记者在短短5分钟采访里
连续问了数十个恶意满满的问题，等待赵丽颖入坑，但赵丽颖句句能跳过陷阱，驳回恶意。记者：拍过那么多戏，吻过那么多男神了，会有生理反应吗？赵丽颖：生理反应应该是男生吧。记者：你为什么老是出演仙侠玄幻这一类的戏呢？赵丽颖：没有啊，才第2个仙侠。因为制片人之前合作过，最重要的是在角色中成长。记者：那你现在合作是要看跟制片人的关系？赵丽颖：也不是，要看角色有没有感觉。记者：朋友会觉得和你很难相处吗？你身边朋友会很少吗？赵丽颖：没有，我的朋友都很喜欢真诚的我。记者：像你这种女孩子会有玻璃心吗？赵丽颖：不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记者：以前对你不好的朋友，在你红了之后会来巴结你吗？赵丽颖：没有。记者：所以你对不红这件事还蛮在乎的，对吧？赵丽颖：不会，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吧。这个记者环环相扣的问题太可怕，如果不是因为颖宝内心光明，夫复何求，恐怕早被带进了坑。3. 有理想，也践行理想，知行合一。如果赵丽颖没有今天的成功，可能永远不会被关注到她早些年演讲中的发心和今天的人格有多么高度吻合。她说：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想活出自己的价值，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我希望在这个时代留下我的印记，我想试图改变这个行业的某些规律，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角色表达自己的一些新观点，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让大家对于偶像剧演员不再抱有偏见，改变鲜肉和鲜花的定义。我想通过一个个影视剧中的故事，去表达信仰的力量、梦想的价值和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情感。赵丽颖做到了。她远远不是早些年被评判的农村来的小丫头、挑梁小丑。她内心背负的甚至不是自己个人的成功，而是行业的责任、时代的责任。她想改变大众的偏见，也想为和她一样努力的小角色去发声。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力量，那是一颗被信仰驱动的知行合一的强大内心，是一个懂得感恩、童真的孩子，更是一轮发光发亮的小太阳。正如网友的评论，不是我慧眼识珠发现她，而是她披荆斩棘走到我面前。她叫赵丽颖。